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撒偏偏。好久没做新剧吐槽了，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部由同名橙光游戏改编，却和游戏看着毫无关联的网剧《御龙》。剧如其名，非常直白，就是讲的一个女的遇到了一条龙，就是玩。故事发生在不明架空世界，我们的女主刘莹，咱们就换个接地气的名字，就叫她刘英吧。剧情一上来就是刘英的独白，她似乎曾经和一条一点都不模特效的龙谈过恋爱。然后一行字，3年前。正片开始了，那会儿刘英是夏侯府的小姐夏侯雪的丫鬟。某天和小姐外出，还真就看到了一条龙，然后这条龙就让雷给劈了。这条倒霉龙坠落在龙隐天池，化成双眼皮 TATY 毛发干枯分叉急需尽优的人形，也就是我们的男主龙王。不是我瞎起的啊，他真的叫龙王。不过龙王这个处理方式怎么越看越眼熟。 He was stripped, cleansed, glabrous. 刚刚的盗雷其实是天劫，再度过一次天劫，他就能飞升成仙。可他刚被雷劈，心脉受损，想度过下次天劫，就只能靠天庭被盗的上古金甲。龙王从天魔兽上手里抢的金甲，却也身受重伤，正好掉在了夏侯小姐和刘英面前。别说人形，连龙形都绷不住了，化作了一条白蛇。夏侯小姐一看就乐了，赶紧让小时候被蛇咬过、有心理阴影的刘英去捡。刘英说：“我怕，我不敢捡。”小姐说：“你别怕，你看他多可爱啊，不捡他就嗝屁了，你忍心吗？”然后刘英就捡了。不是可爱，你咋自己不去捡呢？手歪吗？还有这算不算道德绑架？其实原著里是小姐被蛇咬过，这才让刘英去捡。这块改成了刘英被咬过，小姐强行让她去捡，用女配的表来衬托女主的唇。就这样，刘英把龙王带回去治伤。我觉得毕竟是 CP， 所以咱们也给龙王起一个接地气点的名字吧，叫玉条怎么样？毕竟他爹也会歪嘴。我就叫你小白吧。怎么有一种钦定的感觉？行，那就听你的吧。因为怕被咬，刘英先把小白关在了鸟笼子里，就是这个缝都赶上2条蛇粗了，你可是关了个寂寞呢。更让我蒙圈的是，这么大的空，这么细的棍儿，这蛇居然还能撞到脑袋，你是眼睛聋了还是耳朵瞎了？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眼熟？夜华坠机化身小黑蛇和素素结缘，小白坠机化身小白蛇和刘英结缘。三生三世水里桃花有桃花林，玉龙有落英谷，夜华白浅经历3生3世，后来小白也要4生4世。给大家个眼神，自己体会。不过据说啊，3生3世本身就涉嫌抄袭，大家50部笑100部罢了。这个刘英之前还各种哎呀我怕蛇，现在呢不光不怕了，好吃好喝的供着，连床都让给蛇睡。等一下，合着这个不是小姐的房间，这就是刘英自己的房间啊！我去，一个丫鬟的卧室居然比我公司还要大。刘英之所以不和小白一起睡呢，也不是怕被蛇咬，我就是不知道你是男是女。这边的天才儿童和一条蛇讲起了男女授受不亲，那边的小白也是企业级理解。难道是要本座亲的？反正你不跟我睡，我偏要睡的原则。这才第1集，刚见面1天，男女主就像老夫老妻似的睡在一起了。第2集刚开始，女主一个翻身，就亲上了。半岛吻、夹心吻、倒挂金钩吻，这回又多了个翻身吻。我走过最长的路，就是你们偶像剧的套路。在刘英的悉心照料下，小白很快就康复了，是攻也不练了，劫也不渡了。刘英的家他就这么住下了，整天研究怎么撩妹，不是报恩，去集市上淘报恩的参考资料。邪魅君王的报恩，我书犊子上，你别骗我，这本书讲的明明是2个男人互相。小白经过刻苦钻研，擅自理解报恩等于以身相许，当然被无情拒绝了。我说啥来着？邪魅君王爱上我，本来就是2个男人。而下面有小白光速崩塌的人设，刘英的人设就根本是个摆设。身为一个贴身丫鬟，贴身划重点。刘英除了第1集帮小姐捡到蛇以外，没干过半点丫鬟该干的事儿。你们评评理，他俩谁更像丫鬟？而且从此以后，刘英就和糕点杠上了，自己是小姐的糕点，但是捡来的蛇是小姐的糕点，但是捡来的鸟是小姐的糕点，是一点热菜都没吃过，干吃糕点了。你这哪是什么丫鬟？你这鲍师傅吧？多好的植入味，可惜没人找我。小姐要出门了，刘英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请假。平日里除了逛街，就是每天漫山遍野跑，四处救助受伤的小动物。上周捡了只鸟，前天捡了条蛇，不是龙，今天又去捡了只猫。放任他这么操作下去，夏侯府马上就变动物园。不过这些纯属个人爱好，也没啥好说的。可他是怎么救猫的呢？居然在旁边编起了竹篮。你们以为这是用来装猫的吗？too naive，这篮子还要装药。等他编好竹篮，采完药还得研磨、制药、上药，没准要带回去住院观察。偏偏他采药的时候，那家伙一顿晃啊，猫都要吐了。紧接着还摔了一跤又一跤，好像没把猫摔死。猫说：“你可饶了我吧，本来没啥事，现在9条命去了8条。”大概是命犯柯南了。刘英突然被魔晶袭击，下意识居然用装猫的篮子去挡，这下彻底死球了。结果肯定是小白急着赶到，真龙之气侧漏，一边把妹一边干仗，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。又恰到好处的受了点小伤，给刘英一个扒他衣服给他上药的机会。得亏上的是腰，万一再往下3寸岂不是？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俩人是一个处处以报恩为借口处对象，另一个呢就是逆来顺受被动处对象。别的剧是主线中穿插搞对象，玉龙是搞对象中穿插搞对象，还有 cosplay 表演，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，4舍5入就是7巨龙龙。
两人的爱情进展跟坐了火箭似的。第2集不是亲上了吗？第3集小白就想求婚，你愿意娶一条龙吗？到了第4集更主动提出想那个一下。我们不一起。才半天没见就借酒消愁，甚至憋出了幻觉。这是喝了多少啊？但凡多2个花生米也不至于喝成这样。这边是追星火葬场，另外还有一对副 CP， 同样是冷面男主陪呆萌女主，只不过冷的更冷，呆的痴呆。他俩又是咋回事呢？说这个女2号青青是青鸟成精，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白在捡尸之前捡到的那只鸟。哎，仙侠剧女主的对象人设应该是捡破烂的，反正捡到啥破烂都是宝贝，捡到啥宠物都是神兽。青青化成人形以后，发现额头总有个痕迹去不掉，就去问命格星君怎么去吧。你没卡，我故意的，别问我为啥停了5秒，问就是广告位招租，欢迎各大美容医院投广。命格星君骗青青去罗风阁，大家可以理解为阎王殿。说阁主雪千寻有一把浮生琵琶，把琴弦磨碎了外敷，就能去掉流星痕。他俩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干，青青当然被轻易拿下。他的逻辑十分清晰，反正那琵琶你挂了也不用，不如给我去吧。有理有据。大家要是觉得以上都无所谓，那演员的演技着实有点劝退。我吐槽是从来不上升演员的，尤其不会攻击外貌，但男主的眼神是不是也太空洞了一点？大宝贝金甲放在眼前，他抬头45度望向远方，刘英近在眼前，他守着空气逼逼赖赖，我都以为他演的是个盲人，脸是不是也太瘫了？小白和人对话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打架的时候是这样的。就连吊威亚都面不改色，化妆老师是不是把发胶涂到脸上了？不过随着剧情推进，可以明显看出小白的表情丰富了不少，可见导演是故意让他现面瘫，只可惜演技差点火候。同样是面瘫的角色设定，我建议大家去看看韩剧《秘密森林》，感受一下什么叫没有表情的演出内心波澜起伏。希望小白能和女2青青的演技加起来匀一匀。青青脸上的每一块肌肉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包括小白在内，几乎所有角色动不动就自言自语或者瞪着空气演戏，演技尴尬也就算了，我闭着眼就当听有声书。关键台词还特别土，毕竟是几年前的游戏改编，土就土点吧。可我万万没想到能这么土。看见你生气的样子，我的胸口好痛。我眼前一黑，出现4个大字：文艺复兴。可以看出，玉龙在情节上试图唤醒观众对33世十里桃花的热情，在选角和人设上则试图复刻传闻中的陈文谦的荣光。可惜33世之后，不少挂着仙侠名号的古偶剧都沿用了转世的套路，观众早就审美疲劳了。男生愣学也学不到小丁闷骚的精髓，女主也没有赵露思的憨态。其实我挺不想吐槽朱一丹的，因为和他确实有过几面之缘。10年前，偏偏刚来北漂的时候，在一档网络选秀节目做小助理，去了拍选手的 VCR 花絮啥的。当时朱一丹进了决赛，拿了第6，我对他的印象还蛮好的，很认真，很有礼貌的一个姑娘。希望她以后能挑着好本子，并且多磨练一下演技吧。其实玉龙的橙光游戏本身剧情还是不错的，我虽然没玩过，但也看过 B 站上市都不忘帮他征婚的散人老师云通关。我要谈恋爱，我学的够了，我找不到对象。确实既甜又虐，先甜后虐。后来小白为报恩带刘英离开，夏侯雪误以为刘英失踪，寻找途中遭遇狼妖，最后意外死在了小白手里。小白为了满足刘英的心愿，救活夏侯雪，并守护她3生3世。小白一面履行承诺，私底下里却一直保护着刘英的一世又一世，甚至亲眼看着她和别人结婚生子。既然上线了，知乎内行。可考虑到目前播出的几集已经出现了很多魔改情节，剧的后续发展会如何，咱也说不好。反正我是不打算往下看了。要是你们没看够，这剧不知道会不会上团建名单，要么你们催一下隔壁的鸭子同学，让他吐槽一下这部剧的后续剧情，给我干。至于本阿拉斯加，还是老老实实干窥探去了。咱们周2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